魔教群龙无首，本座斗胆，请教主出关。请教主出关。这威势，竟是99重造化雷劫，好恐怖的威压！我承受不住了。大长老，你明知本座正在闭关，却带人到此叨扰，难不成想死吗？教主息怒，现在魔教群龙无首，正道联盟对我教虎视眈眈，老朽也是关心教主生事，所以特来查看。我叫林凡，是一名穿越者，开局便穿越到了一个同名的魔教教主身上。这位教主天资卓越，刚满18岁便成功突破大成期，本想整合魔道教众一举歼灭正道，却不想正道隐居老祖出山，最终不敌。身受重伤后回到魔窟疗伤，却修为散尽，含恨而终。就这样，我继承了一个虚有其表的伪高手废体。要是让这帮魔头发现我修为散尽，我就死定了！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检测到宿主最强魔头系统开始激活，恭喜宿主，系统已激活完成。我去，系统你终于来了！你知道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无助多害怕吗？这群老登想弄死我，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宿主请放心，只需要不断恶心魔教，让他们对你产生怨念值，便可兑换奖励，提升修为，成为天下第一大魔头。啊，怨念！我看眼前这老登就对我怨念很深啊！你要不先考虑一下，让我不被他砍死啊！宿主莫慌，为保证宿主顺利发育，本系统将赠予宿主3天的新手保护期，在此期间内，宿主可免疫一切仙帝以下攻击。新手保护，也就是说，仙帝之下我无敌？正是。只要杀了他，教主之位就是我的了。教主，老朽前日正好突破，即将成就仙帝之位，就让老朽看看您的伤势吧。不是，老登你怎么搬剧本来啊？我挡不住仙帝的攻击啊！检测到半部仙帝攻击，新手保护启动，宿主进入无敌状态。这不可能！你不是被正道重创，功力尽散了吗？收到来自大长老的怨念值100点。吓死我了！我以为多牛逼呢，才半部仙帝而已。要不是系统，我就被你骗了。这怎么可能？大长老已是半部仙帝，在教主面前竟毫无反抗之力。这股气息，难道教主与正道一战，不仅没被重创，反而再度突破了？既然不是仙帝，那就该我表演了。看我！啊！等等，这是什么情况？我刚刷的新手保护期怎么快没了呀？检测到来自魔教教众的敬仰，惩罚新手保护期减1天。不是，别减了，你再减就没了。就算你修为恢复了又怎样？老朽也是半部仙帝，就凭你，怎么可能会是老朽的对手？魔头，受死吧！这股气息怎么可能？这力量，你到底是谁？检测到大长老临终前怨念深重，获得100怨念值。大长老实力这么强，怎么才给100怨念值？啊，算了，能有一点是一点吧。半部仙帝的大长老在教主面前竟毫无反抗之力，这也太强了！不愧是我魔教教主。还好剩一点，要是再掉快点，我怕不是当场就无了。大长老已死，你们也想步他的后尘？
教主不愧是教主，我们就知道大长老这厮不是教主的对手。就是，别的不说，要是他还活着，不等教主出手，兄弟们先把他剁成臊子了。教主，现在大长老位置空缺，你看我咋样？哦，这群人不愧是魔教长老，真不要脸啊！不过既然他们这么怕我，让他们产生怨念，应该比大长老容易吧？警告：宿主获得魔教长老张图的敬仰，惩罚新手保护期减1时辰；宿主获得魔教长老王启的敬仰，惩罚新手保护期减1时辰。我操！我的新手保护期！这群畜生，快闭嘴！教主放心，属下明白。今日我魔教教主神功大成，吾等恭贺教主。你闭嘴成吗？操！我求你了！检测到魔教众弟子发自内心对宿主敬仰，扣除新手保护期1个时辰。不是吧！这系统说获得怨念即可获得奖励提升修为，可自从我斩杀大长老，魔教上下都快把我当成神仙了，这还怎么让他们产生怨念？教主，您在吗？教主，谁？属下张图参见教主。张图，我记得好像是我魔教长老之一，一手血魔刀法，凶名赫赫。他来做什么？你不好好率领我魔教弟子修炼，到我这里来做什么？回禀教主，此番前来是有一事要向教主求教。哎呦，我正愁找不到人整呢，没想到这么快就送上门来了。但说无妨。孽主，休得无礼！这啥玩意儿啊！我现在都没有新手保护了，能不能别总这么吓我？此等血煞，世人心智，就连先帝接触也会受其影响。教主大人却面不改色，果然实力通天，属下佩服。警告：宿主获得魔教长老张图的敬仰，惩罚宿主。哼，我新手保护期都没了，还能怎么惩罚我？啊！等等，你不会？检测到宿主新手保护期归0，敬仰将直接扣除怨念值，本次惩罚扣除100点。我好不容易收集的怨念点，不要啊！教主息怒，属下此番前来，并非溜须拍马，而是为此刀所来。此刀与属下修炼血魔刀法极为契合，故一直带在身边，以血气滋养。可近日来，刀中竟生出血煞，属下尝试多次，始终无法控制血煞，身体也被血气侵蚀，修为不断倒退。若这样下去，属下定然会被血煞反噬而死。还望教主救救属下！我救你？我都快被你坑死了，还救你？看我怎么整死你！关于血煞，本教主确有破解之法。教主大人，您说真的？从今日起，你离开总坛，下山随意寻一处小镇，去当个屠夫吧。屠夫？教主，您没开玩笑吧？属下堂堂化神修士，却凡事当一屠夫。收到来自张图的怨念+5。你对本教主的安排有意见？不，教主，属下只是有些疑惑。疑惑？你疑惑就对了。堂堂一个化神期血刀高手去当屠夫，要是我也疑惑。涂长老，你心生疑惑，难道是不相信本教主吗？哼哼，这就对了。就算再怎么崇拜本教主，这样一闹，应该也有不少怨气了吧？教主圣明，属下这就出发，一定不忘教主所托，成为一名优秀的屠夫。警告：受到来自长老张图的敬仰，扣除怨念值50点。不是，你这反应对吗？等等，教主还有何吩咐？我让你去当屠夫，你就没什么问题？教主神通广大，令我去当屠夫自有其深意，岂是我能揣测的？教主放心，属下一定听从安排，尽心尽力当一名好屠夫。
我就随口一说，你怎么还当真了？能不能不要这么敬仰我啊？哎呀，不行，我得给他加点料。哦，对了，除了当好屠夫外，你还需要自封修为，不能使用任何功法。自封修为，那我面对血煞侵蚀，岂不毫无反抗之力？难道这也是教主大人的深意？教主大人，关于自封修为一事，怎么，你怀疑我？属下不敢。收到来自张图的怨念加30。对，就是要这种反应。罢了，教主大人乃先帝之上，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用意，我只需要服从即可。教主大人，属下告退。你放心，要是你失败，本教主会立刻将你在教内除名的，绝不会影响到你的名声。谢教主。收到来自张图的怨念加30。收到来自张图的怨念加50。啊，这群家伙对我的敬仰已经快魔怔了，让他们产生一点怨念，真是比登天还难。唉，我现在已经开始怀念大长老了，早知道就不把他弄死了，要不然还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全自动刷怨念机。嘿嘿，有了。魔教就应该有魔教的样子，成天懒懒散散的成何体统？本教主宣布，从今天开始，每天组织跑早操。什么？教主，跑早操？你没有搞错吧？没错，就是跑早操。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拖着病殃殃的身子，万一哪天那些正道的伪君子来犯我教，岂不是都要歇菜？教主，虽然门内弟子有些懒散，也不至于。够了，要不我这个教主你来当？不敢。来，听我口令，跑操开始。来，众弟子听令，一起喊口号：1、2、3、4。1、2、3、4，激情起来，激情起来，能不能有点活力？来，大家早上好。好，很好，非常好。收到来自魔教弟子的怨念加50。来自魔教弟子的怨念加30。长老们也别闲着，一起跑！我真是个天才。宿主修为已达到筑基巅峰，进入金丹期需消耗1000怨念点突破。唉，原神好歹也是一届先帝强者，现在突破金丹竟然要这么多怨念点，这我得攒多久啊！啊，算了，为了在这群魔头中活下去，我还是抓紧时间修炼吧。新鲜的蔬菜，早上刚摘的，客官您看看呀。你别提了，昨天的活真……我明明说要1斤肉，你给我1斤排骨干什么呀？我这肉要回去炒菜的，你剁这么大块，要噎死我啊！奶奶的，要不是教主的命令，我保准给这个镇子全屠了。发什么呆？是你说自己当过屠夫，我才让你干的。就你这刀法，还不如我10岁的儿子切得好。你要是干不好，现在就给我滚！不行，教主让我来当屠夫，是为了帮我去除血煞侵蚀。我若随意破戒，岂不是辜负了教主的一番好意？为了教主，我忍。是，您知道的事。检测到来自张图的怨念加10。不错，总算是让张图这个家伙充满怨念了。不过他堂堂化神期魔修，一手血刀出神入化，竟被我忽悠去当屠夫。要是他知道真相，怕不是能当场给我剁成臊子。哎呀，罢了，闲着也是闲着，看看本教主的跑步大军去。我勒个去！刚刚是啥玩意儿过去了？回教主，那人是张伟。张伟？自从您宣布每天要跑步之后，那小子好像被打开了任督二脉一样，跑得飞快。不是，这体型跑这么快，哎呀，还真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啊！教主，感谢教主的再造之恩，
竟然让我觉醒了特殊的跑步天赋。看你能跑这么快，那就封你为我教的传讯队队长吧。以后报信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没准儿还能再多收点。谢谢教主，谢谢教主，我会努力的。痛，太痛了！我堂堂魔教长老，一手血魔刀法出神入化，却在这里给凡人切肉，而且他们要求也太多了，我忍不了了。还是说教主根本就不是在帮我，而是他在戏弄我？不可能，这一定是教主大人对我的考验和磨砺。可是教主的安排到底是什么？我不懂啊！检测到魔教长老张图怀疑人生，怨念加深，出现走火入魔之道。恭喜宿主获得200怨念值。好，我就知道这老东西受不住，终于对我产生怨念了。接下来我只需要如法炮制，想必很快就可以突破修为，走上修仙巅峰了。宿主单次获得怨念突破上限，解锁兑换奖励仙帝修为体验卡。有了这体验卡，就算遇到什么意外，我也能自保了。接下来就是利用涂长老稳定提供的怨念值进行修炼，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了。嘿嘿，涂长老，你可得多坚持坚持，我的修炼就全靠你了。哎呀，不对，又错了！你这老头之前真干过屠夫吗？怎么连解珠都不会？看好了，刀要这样走，还不会伤到肉。过刀的时候要尽量避开骨头，减少刀和骨的摩擦。切片、切墩、切块，区凡人怎么吃个肉能有如此多种切法？我这数十年来练的刀法，竟还不如一个世纪屠夫。那我练的到底是个啥呀？教主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屠夫刀法。我虽练刀术实在，但对刀的应用却并不如这普通的世纪屠夫。技艺不精，自然会让血煞入体。教主让我来当屠夫，就是为了让我明白，只有人刀合一，方可纳血煞为己用。我悟了。人刀合一，教主，你的深意我终于明白了。这红光是大长老的残魂，难道最近教主到底怎么了？总让我们做些莫名其妙的事儿。我也觉得，上周我的乱佛山之拳修炼的有所停滞，教主竟让我去佛门讨教，这不是闹着玩吗？我也是啊，前些日子教主还组织我们下山扶贫，我等可是魔教啊，怎能做这种事儿？哎呀，简直丢我魔教脸面！他简直啊枉为教主！你们不好好修炼，在此议论什么？魔子大人，最近你也看到了，教主大人似是魔怔了，竟总让我等干一些正道之事，这是魔教应该干的事儿吗？放肆！教主大人乃是魔教100年来的天才，他的想法岂是尔等弟子能揣摩的？可是，魔子大人，我要是没记错，前日教主好像让你去养猪来着。那是教主大人心系魔教，怕众弟子吃不好，在我教魔窟养鸡也是。够了，这不是尔等该操心的事，你们尽管修行去便是。这些事情我会去问教主的。这家伙天天不务正业，不是养猪就是劫富济贫，难道真如残魂所说的，这个教主是假的？有位，敬听魔子调遣，传我命令，召集所有人手，3日之后，我便要诛杀这魔头，到时候我就是新的教主。经过我的不懈努力，终于让魔教上下对我心存怨念了。有了这些怨念值，我突破金丹指日可待。检测到魔子幽谷对宿主怨念深厚，
获得300怨念值。对我怨念最深的不应该是涂长老吗？这又是谁？教主，既然您伤势已痊愈，吾等是否要再次向正道宣战？宣战？宣什么战？你们啊，不要整天想着打打杀杀，生命不易。后山的继位了吗？山下的老奶奶服了吗？这不都是事儿？可教主，我们是魔教啊，身为魔教，不烧杀抢掠，天天干这些事，岂不是会被正道耻笑？检测到魔教长老怨念，怨念值加50。不错，看样子我这些时日的努力已经初步取得成效了。耻笑就耻笑呗，我天天又不出门，丢的又不是我的脸。行了，没什么事儿就散了吧，我下午还得去喂鸡呢。教主这么着急走，是怕你的身份暴露了吗？坏了，难道他发现我是冒充的啦？自打你出关，我就一直在观察你的身上，一点魔气都没有，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普通人。今天就让我揭开你这假教主的身份，看看你到底是谁。这些是大长老的残魂，就凭你们也配威胁本座？今天正好试一下先帝体验卡的威力。系统，开启先帝模式。先帝体验卡已开启，每秒消耗大量怨念值，请宿主注意使用。我的发，不是免费赠送的吗？怎么还要我花钱？一切解释权归系统所有。靠，奸商！我的天，教主的实力简直恐怖如斯，我等继而连指使都困难。有骨还不速速束手就擒？这怎么可能？难道大长老的残魂信息是假的？装逼的感觉真棒！检测到幽谷的怨念，怨念值加50。啊，爽啊！居然还有怨念值呢！来，多来点。检测到大量魔教弟子的信仰值，怨念值减100。检测到魔教弟子的崇拜值，怨念值减50。啊！喂，你要干什么？我的怨念值啊，那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警告，宿主怨念值不足，即将退出先帝模式。5、4，不好，要赶快出手。3、2、1。坏！你果然是假装的，刚才定是用了什么秘术？教主，就让我亲自送你上路吧！不好了，不好了！正道的人攻过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什么？正道攻过来了！快组织人员开启护山大阵，召集弟子集合！可恶，非要这个时候攻过来，受死吧！住手！那不是涂长老吗？1个多月没见到他，他人去哪儿了？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比我们还惨。我听说教主让他自封修为，去凡间当屠夫了，估计也是对教主幽怨已久，特地来助魔子大人一臂之力的。不是吧？一个人想杀我还不够，还要再来个，这下真的是完犊子了。涂长老，您一身血魔刀法，天下无双，这废物竟然让你去凡间当屠夫，此等大逆不道之事，难道你能忍？不如与我一同推翻这魔头！猖狂！就凭你也想取代教主？涂长老之前不是被血煞侵蚀，修为大退了吗？如今这气息，他竟完美掌控了血煞。涂长老下山当了1个月屠夫，竟然反而突破了，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涂长老，看来你是不愿与我为伍了。尔等蠢货根本不懂教主的良苦用心，我血煞入体，命不久矣。若不是教主大人让我去凡世当屠夫，我怎能从世间红尘中领悟人道合一的真谛？入世渡红尘，涂长老不仅没有因血煞陨落，反而修为更进一步。原来这才是教主的真实用意吗？难道说教主让我们做的一切是教主根据我们个人的修行不同量身定制的机遇？是我误会教主大人了。从今以后，我等必将以教主为标杆，为教主马首是瞻。我让这家伙干什么了？我不就是让他去当屠夫了吗？他怎么悟了？他怎么能悟了？今日我便要报教主知遇之恩，为我魔教昌盛斩杀你这孽障！魔教昌盛，斩杀逆贼！等等，这剧情怎么有点熟悉？不好！警告：检测到魔教众弟子对宿主敬仰万分，惩罚扣除100点怨念值。停啊！你们给我住嘴啊！不是，难道我的消息不应该最重要的吗？坏了，光注意涂长老了，忘记正道的事情了。快去准备，一定不能让正道的人得逞。无妨，既然张屠长老已到，我们便是无敌的。可笑，就算张屠实力有所精进，又怎会是正道众人的对手？那如果正道供来的消息只是本座的空城计呢？什么？没错，刚才张伟所说的正道来袭，只是本座的计谋，为的就是训练你们对抗紧急危险的能力。看到你们的发挥，本座很满意。还是我聪明啊，早做了2手准备，知道张伟那小子跑得快，打不过这些人，还能背着我跑。原来如此，原来教主早就是未卜先知啊！收到来自魔教长老的怨恨值加100，收到魔教弟子的怨恨值加70。我去，12鸟啊！张屠在此，没人能动教主一根汗毛，我魔教当心！检测到张屠长老的信仰，怨念值减200。我好不容易收集到的怨念值啊，就这么全没了，能不能给我留点啊？居然还有人没有盲目崇拜我！石头，快告诉我是哪个傻子啊！恩人。检测到来自魔子幽谷的怨念加100。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兄弟也算是不忘初心了。这老东西仅凭一句话就让众多弟子倒戈，而且偏偏在此日赶回。难道这魔头早就料到我要反？张屠回归也是他的布置？幽谷，你若还是执迷不悟，便是步了大长老的后尘。你若此刻投降，还可请教主从轻发落。投降？堂堂魔教魔子，何有投降一说？今日就算是死，我也要这魔头陪葬！魔头，可敢与我一战？我去，让我和你打，你这不是要我死吗？而且，检测到魔教众人对宿主的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惩罚扣除怨念值164点，扣除怨念值131点。你们这种期待的表情是怎么回事？还有，能不能别敬仰我了？再这样下去，我苦苦收集的怨念就要归零了。现在优势分明在我，可他为何临危不乱？难道他还有后手？不行，我乃魔教魔子，只要杀了他，我就是下一任教主。我，呵呵，你也配挑战我？就凭你，也敢挑战本座？影卫，还不快出来！你以为我会怕你吗？刚才的秘术已经失效了，受死吧！好，镇住他了，有戏！难怪大长老毫无反抗之力，便死在他手上。这魔头的功力竟如此强横，我靠，这小子怎么动了？他难道没有被我的声势吓到吗？不行，不能怂，怂了就暴露了，必须从气势上压倒他。我明明已经让影卫围杀他了，他为什么能这样从容？难道影卫是他的人？该死的，一定是这样！这个畜生早就预料好了。不行，我乃魔教魔子，只要斩杀这个魔头，魔教就是我的了。魔头，今日我你不讲武德，竟然偷袭我！偷袭？我可是魔教，我不偷袭谁偷袭？
承蒙教主，属下身为魔教长老，愿为教主肝囊涂地，万死不辞。幽谷犯下如此逆举，还请教主准许，属下清理门户。哦，还好张图这家伙开窍，正好让他去试试幽谷的实力。准，谢教主。今日便以你祭刀，猖狂！幽谷，本以为你为我魔教魔子，当为下一任教主之才，今日交手，真是令人大失所望。短短1个月，竟能让涂长老实力提升至此，教主到底是怎么指点他的？教主修为通天，若是能让他也指点我一二，老朽岂不是也能突破？幽谷，今日之事你可知错？知错？无心无形，诚如明镜，所作所为皆为魔教，吾等何错之有？今日就算是死，我也要这魔头与我陪葬！魔头受死！我靠，你大爷的，怎么冲着我来了？放肆！惊扰教主，属下罪该万死。方才一剑，连我都未曾反应，教主却波澜不惊，想必是没将此偷袭之举放在眼里。难道教主是在考验我？果真如此，这真是教主对我的考验。哎呦，吓死我了！你们这群人口口声声崇拜我，真遇到事儿能不能反应快点？差一点儿我就被他斩了。无妨。谢教主，你这孽畜，我现在就斩了你！且慢！哎呀，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对我有怨念的，这次我可得好好保护他，千万不能让他死了。魔头，今日就算你留我一命，我也绝不会感激你。有朝一日，定要将整个魔教天翻地覆。说得好，有志气。来人，给我把他架起来！放开我！魔头，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会。魔头，你干什么？哼哼，你都说要亡我魔教了，我怎能让你随意离去？张图，我教与少林关系如何？自然是势同水火。好，既然如此，就送他去少林。你这魔头，我得当魔教魔子，怎么能去当徒弟？我求你了，我不要去当和尚！放开我！检测到来自幽谷的怨念，加100，加100，加100。很好，就是这个反应。哇，这次真是太险了！要不是张图这老东西突然回来，我何患如此狼狈？哎呀，好不容易攒的怨念值也所剩无几了。不行，在这群魔头发现前，我必须快速提升实力。七头，我还剩多少怨念值？七头，将怨念值全部加到修为上。吃了这么多苦，总算是顺利进入金丹期了。接下来就是进一步积攒怨念值，突破修为了。检测到宿主进入金丹期，可花费5000怨念值优化自身修炼功法，是否兑换？啊！我修炼的功法可是原主留下的大天魔功，竟然还能优化。只是这5000怨念值，我得攒多久啊？魔教这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的对我有怨念的吗？哎呀，算了，还是老老实实修炼吧。血煞入体，人道合一，
涂长老，这真是你在教主的指点下悟出来的？那当然，如果不信，你也可以去向教主请教一二。哎呀，我等修为低下，若是贸然前往，岂不是触怒了教主？当今的教主可以说是我魔教1000年以来的第一妖孽，就凭尔等修为去请教，不过是教主大人闲来之余的消遣罢了。这么说来，我等也可以随时请教教主。那是自然，只不过教主所授大道至简，尔等请教之时，无论教主说什么，都必须严格执行。那是自然。既然如此，我等这就去向教主请教一番。通过几日的修炼，终于将金丹境界稳固了。这开挂一样的修炼速度，用不了几月，我就可以重回原主修为巅峰了。这大白天的，竟然有人敢来打扰本教主修行，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你们这是干什么？吾等拜见教主。你们不好好修行，聚集在我门口，所谓何事？启禀教主，吾等听闻涂长老在教主指点下进步神速，心生向往，特地前来讨教，还请教主不吝赐教。不是，我教他什么了？我不就是让他去当了几天屠夫吗？哎呀，这下好了，这群老登全来了，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教主，请看，我这万魂幡以10000魂魄滋养，威力强横。可如今幡中元魂因有反抗之意，属下无能，还请教主指导。万魂幡镇压10000凶魂，怎么到你这儿还镇压不了呢？还有，你这幡怎么冒的是黑烟？教主见笑，老朽怕在本土修仙界沾染太多杀戮因果，因此特地购置了一大批昆仑奴炼魂。昆仑奴，那能行吗？你难道不知道黑哥们的语言都是不通的吗？这能压下去就有鬼了。你这又怎么了？教主请看，我这柄魔剑乃是以翠绿魔矿所铸，若不用内力隔绝，用不了多久，所持者便会肉身腐烂而死，还请教主解惑。魔剑，翠绿矿石，我去，这东西不会是油吧？这群魔头都是什么人才？居然用油炼了一把魔剑，那不死才怪！教主，还有老朽的。教主，我也有问题。教主啊，我也有问题。教主，我前来讨教一下。不是，这群老东都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这我怎么回答呀？要是答不上来，他们岂不是得活撕了我？好，这是你们逼我的。够了！我听闻下来，尔等问题虽有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同一问题。请教主明示。缘，教主这是何意？难不成用个破兵器还叫缘分？老夫炼魂数千载，从未听过此法。教主此言，未免太过。教主莫非是在消遣我等？岂有此理！我等前来讨教，岂是一句缘便能打发的？检测到来自魔教长老们的轻微怨念，怨念值+10、+15、+20。怨念值虽然加了，但这群老魔头看我的表情，怎么越来越不对了？这怨念值加得我心慌啊！不行，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慌了。唉，教主，他
他怎么入定了？这，嘿他娘的！这教主到底说了个啥意思啊？烦死了！老子这就去问问他。就是去问问他，问。诸位，且慢。涂长老之事，诸位莫非忘了？当初教主令他自封修为，去当屠夫，我等谁不觉得荒谬？可结果呢？教主所思所虑，岂是我等凡俗所能度量？元之一字，看似虚无，或许正是直指大道的真言。说得好听，可这批缘分要我们去哪找啊？难不成让我们学那些正道修士一样出去野游修行？教主既已指明方向，剩下的便需我等自行领悟。是吾等愚钝，未能即刻领会教主深意，岂能怪罪教主？殷长老所言不无道理。也罢，那我等便回去好生参。吓死我了，差点以为要提前去见大长老了。检测到来自魔教长老们的怨念，怨念值加20、加25、加18、加30。哦，还在涨，发了，这下真的发了。果然还是得靠这群老宝贝的，一个园子就能产生这么多怨念，真是个天才。系统，别等他们反悔了，立刻消耗5000怨念值，优化大天魔功。确认消耗5000怨念值，优化宿主主修功法大天魔功。大天魔功优化完成，新功法命名为本源魔经，修炼效率提升300%，魅力凝练度提升500%，附带特效魔眼万象。这股力量好奇特，好像连根基都被重塑了。这魔眼万象又是什么？这魔气其中竟蕴含一丝大道之力。这下就算暂时不用仙帝体验卡，我也总算有点底气了。不行，暂时先不多想了，趁着有稳定的怨念值收获，我得赶快提升修为。丹破阴城，天地共力，10年苦修，终入元婴。如今这元婴之力，就算面对一些小门派的掌门，我也有一战之力了。检测到宿主成功晋升元婴期，可消耗怨念值继续提升修为，或解锁更高权限。那还等什么？系统，给我……警告，怨念值不足，无法进行提升操作。不足？怎么可能？不可能啊！我辛辛苦苦攒了10年的家底，这怎么会这样？难道外面出事儿了？不行，必须出关看看。咦，奇怪，巡逻的弟子呢？练功的魔崽子们都去哪儿了？我堂堂魔教怎么变得跟鬼城一样？这是什么情况？核爆剑法，谁能告诉我闭关这10年，魔教到底发生了什么？何方宵小，敢擅闯我魔教禁地？教主大人，您终于出关了。殷长老，
刚才那一件，还有这些，究竟是怎么回事？回禀教主，此件因10年前您以无上智慧点醒我等元之神疑呀。元？我随便扯来忽悠你们的，你们怎么就悟了？你们悟什么了？本座闭关许久，故而有所不知。你们究竟领悟了什么？教主请看，经您指点，属下苦思冥想，终在1年前豁然开朗。属下发现这万魂幡内自成空间，其内时间流速与外界截然不同。幡中1年，外界不过1瞬。您看，弟子们在幡内修行1日，堪比外界苦修1年呢。此等修行圣地，岂能浪费？属下与众长老商议后，已让我魔教上下数万子弟全部入幡修行。啊！你把我魔教弟子全都练进万魂幡里了？教主，那倒没有，还有几名弟子实力较独特，没有进入幡中。哎呀，好歹是留了几根独苗。教主，您放心，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修炼，争取让那几名弟子早日进入幡中修炼。好了，教主恕罪，属下资质愚钝，只能参悟至此了。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你这都快把天捅破了，还叫愚钝？你让弟子魂魄入幡，那我魔教基业由谁接手？日常事务由谁维持？教主请放心，弟子们魂魄入幡，肉身属下也未曾浪费，以悉数炼为魔魁，并以血气相连。如此，弟子们在幡中苦修之余，亦可分身操控肉身，处理俗务，修行建设两不误啊！啊！我去，线上线下同步作业，你这是新时代魔头啊！阎王见了你都得给你磕一个。我这魔教教主直接让给你得了，在你面前我简直就是个小卡拉咪啊！那其他人呢？除我之外，段长老痛定思痛，融合多种天外魔矿，中断出无上神兵啊！此剑威力无穷，只需注入内力，便有开山破石、毁天灭地之势。不仅如此，其他长老也各有领悟，比如……等等，你的意思是你们全都悟了？回禀教主，自您闭关，全教上下谨记您的指引。虽过程坎坷，但所有长老与弟子终不负教主期望，皆已修为大成啊！如今我魔教实力早已今非昔比，那些正道伪君子在我等面前不过土鸡瓦狗。不，你们都误了我的怨念值怎么办？这破修为还怎么提升啊？教主大人，您看，吾等所悟，可还令您满意？满意？我都快心肌梗塞了，你说我满不满意？我魔教弟子能有今日之气象，本座甚是欣慰。教主，还有一事需禀明。您闭关这10载，外界风云变幻，那些正道伪君子对我教虎视眈眈，屡次试探。云霄宗日前传讯，言明今日要登门拜访，实则必是来探听虚实，还请教主出面主持大局啊！核爆剑法都搞出来了，这种外交场面还需要我亲自出马？我们是点满科技是忘了点社交了吗？来了多少人？属下不知。正道这时候派人，摆明了是试探我修为恢复了多少。我若避而不见，他们定会觉得我心虚，随后便是大军压境。看来今天这逼
不装是不行啊，哼，带路吧。哇，师尊，这魔教大殿未免也太辉煌了吧，比咱们云霄宗的主殿气派多了。哇，这用料，这阵法，得消耗多少资源呐？放肆！乱看什么？再如何金玉其外，也掩盖不了其魔道本质。莫要失了正道风骨。这魔头竟将总坛经营得如此奢华，待今日势必探清了魔头虚实，这一切迟早归我正道所有。参见教主。林教主，10年不见，排场倒是愈发惊人了，真是好大的气魄。说吧，何事登门？这魔头气息深沉如渊，竟感知不出深浅。难道他当年受的重伤已彻底恢复？不可能！检测到来自云霄子的怨念加50。啊，对呀，这些自诩正道的家伙也能产生怨念啊！我以前怎么没想到？林教主误会了，贵教沉寂10载，鲜少在外走动。我正道联盟以为贵教已潜心向善，故特派老夫前来拜访，以示正道关怀。检测到来自云霄子的怨念加30，加25，加20。表面上道貌岸然，心里这怨气都快凝成实质了。这老小子心里估计都在扎我小人了。看来得再添把火。哎呀，行了，本座时间宝贵，你们有屁快放，没屁就滚。岂有此理！我堂堂云霄派掌门，竟被这般羞辱。林教主，我等以礼相待，这就是你魔教的待客之道啊！对，就是这个节奏。我怎么早点没想到找这些正道老的？哼，云霄子，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是魔教，魔教需要讲什么道理？我们是魔教，魔教需要讲什么道理？听见没？一群正道的老狗，居然要跟咱们讲道理！笑死了！他们不会还以为这是在他们宗门吧？好一个魔教！既然不讲道理，那就手底下见真章。今日，老夫就代表正道联盟向你讨教，魔头可敢应战？不是吧，阿 Sir？ 说好的文斗呢？怎么直接上武斗了？哎呀，这下完脱了！就我这元婴修为，跟这老家伙打不是送菜吗？云霄长老，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要胜你，何须教主出手？我魔教随便一个弟子，足以。好一个魔教，区一个弟子就想挑战老夫，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云霄长老对付你一个弟子，绰绰有余了。张伟，吾等师尊乃大成期高手，距离飞升仅1步之遥，你们竟敢如此羞辱！叫一个病秧子来，你们魔教是没有人了吗？张伟，几年不见这么瘦啊，跑步还真是减肥啊！你们这群魔头，我们跟你们拼了！且慢，云霄子，咱们打个赌，如何？只要你能接下张伟一剑，我魔教上下立刻跪地赔罪，任凭处置，甚至让你与教主切磋，也不无不可。这病老鬼，怕是风一吹就倒，接他一剑有何难？正好借此机会狠狠打魔教的脸。好，老夫就接他一剑。爽快！若是你赢了，我魔教上下任你差遣，就算你要我们把教主绑了送给你，也绝不皱一下眉头。等等，你们打赌就打赌，
卖我做什么？请教主放心，这老小子输定了。他们竟然将门下弟子全都练成了魔魁，此等丧尽天良之举，简直人神共愤！此等魔教妖人，天地不容！何须如此兴师动众？教主不知，这万魂幡中弟子虽与魔魁里血气，但人数众多，若是血气距离过远，容易断开链接，故才让众多魔魁随行。这东西，我听起来怎么那么像 WiFi 呢？殷长老，你魔教弟子何在？莫非是怯战了？我呸！你云霄老头急什么？我们弟子又不会御剑，你身为一教掌门，等等不行吗？就这病老鬼也配与掌门交手？得罪了。放心吧，本座既与你长老商定，自然不会出手。你尽管出剑，本座绝不防御。星海里皮袍，他弹养符耐，斩！这气息是不好。这怎么可能？师尊，你没事吧？云霄老头，现在知道厉害了吧？就你这点本事，也配挑战我们教主？我去，这他妈是修仙还是科幻？这一剑下去，怕是连大罗金仙都得挡不住吧？殷长老，张伟这几年进步很大呀，只是怎么从那么胖变得这么弱不禁风了？教主有所不知啊，我教的这2位天才，其实都叫张伟。我去，我魔教竟然能同时拥有2个张伟，2位卧龙凤雏。就这样吧，以后胖胖的跑得快的张伟就叫大张伟，瘦瘦的会用剑的就叫小张伟。教主圣明。云霄老头，你当年不是总骂我秃吗？现在你怎么也秃了？这不可能，一个普通弟子怎会有如此威力？而且这股灼烧感是某种剧毒正在侵蚀我的经脉。没想到这魔头连手下弟子都调教得如此可怕，看来只能用那个了。云掌教，此乃噬仙散，无色无味。若那魔头当真恢复修为，便找机会让他沾染此物。一旦运功，必死无疑。林教主，老夫此番前来，其实还有一事相告，事关重大，还请移步一叙。我呸！你这老东西能有什么好事？定是阴谋。殷长老，老夫都这般模样了，还能有什么阴谋？也是，都被炸成这副德行了。教主，您看，这老东都被炸成这样，应该也没能力动手了吧？这可是收割怨念的大好机会。机会来了，只要他再靠近一步。魔头，你做什么？检查暗器。妙啊！教主果然深谋远虑。云霄老头，你也有今天呐！哎呦，笑死我了！这魔头竟谨慎到如此地步。检测到来自云霄子的怨念加300，果然有效。现在可以说了。魔头，受死吧！教主小心，是噬仙散。老东西，你赔我！完了，这下死定了！啥事儿没有？魔头，你死定了！
这食仙散专门针对高阶修士，修为越高，死法越痛苦。过不了多久，你就会七窍流血而死。修为越高，中毒越深，那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就是一个元婴修士吗？等等，鼻子好痒。就这？不可能！以你的修为，中了食仙散，应该当场惨死才对呀！除非你根本就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难道你根本就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完了！他怎么知道的？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呀，这下全露馅了。云霄老头是不是被炸傻了？这种话也说得出口？我家教主修为深不可测，就凭你这下三滥的毒药，能奈何得了我们教主？老东西，死到临头还想妖言惑众，乱我教心，其心可诛！侮辱教主，罪该万死！这怎么可能？食仙散无效，难道这魔头的功力真的已经到了超乎想象，连食仙散都奈何不得的地步了吗？检测到来自云霄子的自我怀疑，怨念值加500。还好这群魔头没怀疑。不过嘛，云霄老头，你擅闯我魔教圣地，伤我教弟子，还妄图暗算我教教主，这笔账可不能就这么算了。不要！杀人不眨眼，这才是真正的魔头。要是被他们发现我的秘密，怕不是现在死的就是我了。嘿嘿，教主大人，接下来是不是该轮到你了？教主大人，接下来是不是该轮到你了？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刚才真的暴露了？不行，绝对不能怂，怂了就真完了。殷长老，你是想步大长老的后尘不成？教主大人恕罪，属下绝非此意，属下是想请教主大人示下，云霄子的魂魄已被属下收入分中，您要不要亲自入凡视察一番，看看如何炮制这老狗？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想骗我进你的地盘，谁知道里面是不是摆了鸿门宴？进去了还能由得了我？不必了。教主大人，云霄子已死，那他带来的这些小杂碎怎么办？饶命！饶命！云霄子好歹也是一宗之主，绝不会无端独自前来挑衅，背后定然有正道联盟的授意。若是放虎归山，消息走漏，正道必有防备，后患无穷。饶命！饶命！这么快，这些云霄宗弟子简直就是行走的怨念值提款机。如此说来，那我岂不是可以利用其他正道源源不断获取怨念值？殷长老，我魔教沉寂多久？回禀教主，已沉寂3年。3年，也是时候出山了。传我命令，所有弟子即刻出山，血洗云霄宗。是，教主大人。云霄子失败了，不仅身死道消，魂飞魄散，就连他身后的云霄宗也已被魔教血洗。上万弟子尽数被化为魔魁，成了那魔教增长的养料。这太脏了！这么个东西，真是混账！这魔教简直狂妄至极，欺人太甚！要我说，
现在应当立即集结我正道全部力量，踏平魔教总坛，将那魔头碎尸万段，以及云霄道友和上万弟子的在天之灵。两位稍安勿躁，数年前魔教气焰何等嚣张，血洗我多少正道门户。若非老祖出手，恐怕如今坐在这里商议的就不是我等了。那魔头身受重伤，修为尽散，这才过了几年，他不仅恢复了，甚至还能让携带食仙伞的云霄子道友有去无回。恢复了又怎样？当年那魔头与老祖是两败俱伤，老祖如今尚在闭关休养，老子就不信那魔头能比老祖恢复得更快。你说的轻巧，食仙伞之威你我都清楚，专克勾结修士，修为越高，反噬越烈，连食仙伞都奈何不了那魔头。黄道门主，你觉得凭你一腔热血能斩得了此辽？魔教此举分明是向我正道宣战，绝不能退缩。可魔头实力未明，贸然出击，恐重蹈云霄宗覆辙呀！连食仙伞都没用，那魔头到底到了何种境界？安静！魔头伤势如何，恢复几成，眼下并非关键，我们只需再等待1年半载，老祖便可出关。你是说老祖他也恢复了？不错，所以眼下不管魔教如何闹腾，我等只需固守山门，保存实力，待到老祖出关，便是魔教覆灭之时。教主大人，云霄宗上下，包括长老、真传、内门、外门弟子，共计7300余人，已全部处理完毕。魂魄尽数收入万魂幡，肉身也已悉数炼成魔魁，听候教主差遣。有了这批新的魔魁，咱们的总坛建设还有各处矿脉的开采，速度起码能快上1倍不止。检测到来自云霄宗弟子的持续怨念+50、+30、+80，检测到正道联盟的集体恐慌与憎恨，怨念值+1000。好，太好了！早知道这群正道修士对我怨念这么深重，我还费尽心思折腾家里这群死舔狗干嘛？纯属浪费时间。很好，传令下去，万魂派内负责监管的弟子，给我好好关照这些云霄宗魂魄，务必让他们深刻领悟反抗我魔教是何等愚蠢的下场。属下明白。正道修士数量庞大，分布又广，简直就是可持续再生的怨念值宝库，比家里这群动不动就教主英明的舔狗稳定多了。要不找个机会再去抓一批？但是教主大人，云霄宗虽灭，正道联盟那群伪君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云霄子这老头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来讨打的。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怕什么？来一个杀一个，来2个杀1双，正好用他们的魂魄壮大我万魂幡。不可鲁莽，正道联盟势大，若他们倾巢而出，我等虽不惧，但也难免损失。不如主动出击，挑几个软柿子捏，逐个击破。要不我们请圣女大人出山。检测到来自殷长老的强烈怨念+200，检测到来自段长老的强烈怨念+180，检测到来自魔教长老 A 的怨念+150。魔教圣女，原主的记忆里好像没这号重要人物啊，但看这群老魔头这反应，怎么感觉很怕他？哎呀，不管了，这可是刷怨念值的大好机会。那就依图长老而言，请圣女出关吧。教主不可！警告！检测到魔教众长老集体深度怨念爆发，怨念值+495、+512、+499。对，就是这个，再多来点！不管这位圣女是何方神圣，我太感谢她了。不用请了，老娘我出关了。哟，几年没出来，咱们这破大殿装修的挺像回事了吗？不错。
教主大人，属下突然想起炼丹房还有一炉紧要的丹药看守，吾等先行告退了。俺也想起来还有铁没了，俺也走了。慢着，怎么着，老邓看见老娘就跟见了鬼似的，撒丫子就想跑，是不是背着我干了什么亏心事儿啊？圣女明鉴，绝对没有。是属下家里那婆娘，她快要生了，属下得赶紧回去照看呢。老邓，你蒙谁呢？你都快90了吧，还生个屁的孩子，给老娘老实待着！哎呀，俺老婆也生了，俺这就回去。放屁！你个打了300年光棍的老处男，哪来的老婆？你也给我滚回去！哎呀！是。怎么，你们老婆今天也生孩子呀？我们是。全都给老娘滚回去站好！这就是魔教圣女，看起来除了特别凶，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吧？啊！小宝贝儿，几年不见，还是这么白白净净，惹人怜爱呢。别在这坐着了，现在就跟我回房，咱们好好叙叙旧。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哼，胡闹！本座乃魔教教主，你身为圣女，竟敢对本教主如此轻薄无礼，难不成想死吗？我靠！教主大人，他站起来了！不愧是教主大人，竟然这样和圣女说话！教主大人真为我教之楷模。是达儿失礼了，小女子魔教圣女苏达见过教主大人。苏达，魔教圣女，原主的记忆碎片里确实没有关于她的详细信息，但看殷长老他们怕成那样，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头？记住你的身份，若再有下次，自己滚去魔窟，面壁3年。是，达儿记住了。检测到魔教圣女苏达好感度加10，惩罚扣除10点怨念值。啥情况？我骂了他2句，他怎么好感度还上升了？既然教主大人事务繁忙，妾身就不在此叨扰了。不愧是我魔教之主啊，连苏达圣女都能轻易震慑，属下佩服的五体投地。是啊，教主，您刚才那气势，俺隔着老远腿都软了。您真是这个教主英明，教主霸气。哼，那可不，也不看看在下是谁。检测到宿主受到魔教众人敬仰，怨念值减134，怨念值减145，怨念值减185。别舔了！你们这群舔狗，快给我停下！我的怨念值啊！哎，这群舔狗也太能舔了！不管我是骂是罚，转头就是教主英明，崇拜有加。哎呀，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想要点怨念值，怎么就这么难？哦，原来教主大人不喜欢舔狗啊！没错，舔狗不得好。等等，这不是我房间吗？谁在我房间里？谁在我房间里？出来！苏达，你想干什？我倒是很喜欢舔狗呢，你说是吧，我的小狗狗？不行，这女人起码是大成期的高手，就凭我这元婴修为，根本反抗不了啊！小狗狗还想反抗？你越是这样挣扎，姐姐我可就越是兴奋了。救命啊！好像也不算太糟。检测到来自魔教圣女苏达的怨念值加250。怨念？等等，这怨念值哪来的？昨晚明明……哎，教主大人，您日理万机，为魔教操心劳力，这身子骨看来是疏于锻炼，虚了不少啊。羞辱，赤裸裸的羞辱！他说我虚，他居然敢说我虚！士可杀不可辱，身为一个男人，这能忍？这怨念值我绝不接受！系统，
系统，给我滚出来！没有什么办法能重振，不是，只能快速立刻马上提升身体素质，强化跟进的功法，快点！赤阳炼蛊大法，魔教正教秘典之一，引天地纯阳之气，淬炼筋骨，一经洗髓，修炼大成者肉身堪比神兵，钢筋铁骨，万邪不侵，更能于周身自然形成纯阳煞气领域，炽烈如烘炉，令敌人先占位且心胆俱寒。好，太好了，就是它，我就要这个。系统，立刻给我兑换赤阳炼蛊大法。兑换天阶上品炼体功法赤阳炼蛊大法，需消耗怨念值10000点，是否确认兑换？多少？你说多少？1万点！1万点怨念值，你知不知道我要攒多久？那群舔狗稍微崇拜我一下就得扣，正道那帮伪君子也不是天天能好，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检测到宿主强烈需求，可开启怨念袋服务，只需支付首期500点怨念值，剩余9500点可分期偿还，每日仅需偿还500点，持续30日即可结清。首付500，每天还500，还30天，这不就是15000吗？好你个系统奸商，50%的利息你也敢收，比魔教放贷还黑！算了，这一身怨念值，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被那群舔狗败光，与其留着贬值，不如贷款消费。贷，给我兑换！确认消耗1万点怨念值，含贷款，成功兑换天阶上品炼体功法赤阳炼蛊大法。此等功法好生霸道！系统将我剩下的所有怨念值全部加点到修为和这门炼体功法上。指令确认，开始灌注。不愧是正教秘典，这赤阳炼蛊大法果然不一样。教主大人，您休息了吗？哟，教主大人这是还不服气？难不成还想再切磋切磋？哼，妖女，这次定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士别3日，刮目相看，什么叫真正的厉害。不可能，这才过了多久？你的肉身力量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如此翻天覆地的进步？小样儿，这下知道本教主的厉害了吧？看你还敢不敢说我虚？赤阳炼蛊恐怖如斯。警告！检测到魔教圣女苏达对宿主产生深度欣赏与爱慕之心，情感浓度提升，惩罚机制触发，扣除怨念值300点。我去，这剧本不对啊！他不应该恼羞成怒产生大量怨念吗？怎么还不升反降啊？难道他？教主大人，你不要过来啊！你还想做什么？妾身最近可是听闻教主大人神通广大，仅凭一个缘字，便让我教那群榆木脑袋的长老们修为大涨，个个受益匪浅。正巧妾身近来修为也到了瓶颈，不知教主可否也指点妾身一二，传授些独家秘诀？不行，绝对不行！这女人就是个无底洞。再让她这么下去，我借的怨念值什么时候能还上？必须想个办法，必须让她产生怨念。你干什么呀？你方才不是说修为停滞，寻找破解之法吗？这便是了。这家伙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检测到来自魔教圣女苏达的持续怨念，加100，加80，加120。总算是把这女魔头暂时糊弄过去了。
要是真留在里面，怕不是要被炸得一滴都不剩，怨念值怕是要跌成负数。谁？出来！深更半夜，尔等不各自修行或处理教务，聚集于此，意欲何为？教主大人神威盖世，属下等人刚才都听见了，嘿嘿，属下佩服啊！当年圣女大人为突破大城其瓶颈，足足吸干了一整座繁华大城内所有壮年男子的阳气，声名赫赫，无人能治啊！哎呀，教主您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圣女大人偃旗息鼓，属下佩服的五体投地，属下佩服。不要！快停下！你们这群舔狗别舔了！我的怨念值，我刚从苏达那里骗来，不对，是赚来的一点家底啊！够了！看看，身为魔教栋梁，不思如何潜心修炼，壮大我教根基，不想着如何开拓疆土，掠夺资源，整日里竟将心思放在窥探本座私事，钻研这些无聊八卦之上。哎呀，如此下去，我魔教何时才能壮大？何时才能君临天下，令正道闻风丧胆？教主大人息怒，你教训的是。不过，关于壮大魔教、开拓基业之事，属下其实早已着手，并已初见成效。若教主此刻有暇，不妨随属下一观，属下敢保证，定不会让教主失望。哦，带路。这是这是什么？超级计算机灵魂网络，魔魁自动化流水线。我才闭关了几天，你们这群家伙怎么又双弱卓技术迭代了？这画风越来越不对了吧？教主大人，您看到了吗？这就是在你无上智慧的启迪和英明领导之下，我魔教创造的奇迹呀！我们将云霄宗以及近期扫荡的几个小门派俘虏来的正道修士，全部按照您之前点化的无上妙法，魂魄入幡修行，肉身炼魁劳作。此举不仅获得了近乎无限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随着魂魄数量的指数级增长，我们的万魂幡大阵产生了爆炸性的效能提升啊！教主请看，去。检测到宿主对魔教基建速度产生极度震惊与不可控感，触发特殊判定，获得怨念值+1。才+1？系统，你也觉得这太离谱了对吧？这玩意儿它合理吗？如此毫无人性的压榨这些正道俘虜，这怨念值还不得蹭蹭往上涨？殷长老啊，殷长老，你总算干了件人事儿。0，我那么大一串怨念值呢，全没了，怎么可能一点没有？这群正道修士是没脾气吗？殷长老，一次性采用如此多的正道弟子强行炼魂制魁，难道就无人反抗，无人心怀怨愤？教主大人，您多虑了。实不相瞒，属下起初也有此顾虑，因此特地挑选了几名云霄宗弟子，施展了搜魂之术，仔细探查了他们的记忆与心境，结果发现根本无需担心。为何？教主有所不知啊，云霄宗这等所谓的名门正道，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对内剥削压迫，比我们魔教狠辣10倍不止。但您看现在，魂魄在万魂幡中受纯净阴气与魂力滋养，强度与日俱增，肉身被炼成魔魁，更是脱胎换骨。
强度堪比顶级体秀。这什么魔教人才孵化计划，在就业培训中心？现在已经有不少原云霄宗的弟子主动向我提交申请，他们说在魔教才有奔头啊！舔狗，一群舔狗，他们这是把敌人都舔成自己人了，我的怨念值啊！教主大人，还有一事需向您禀报。还有什么事儿？因为我等以雷霆之势覆灭云霄宗，扬我魔教神威，如今外界已是风声鹤唳。据探子回报，已有7家正道宗门联合发声，要组成什么除魔联盟，声讨我魔教，扬言要踏平总坛。属下认为，以教主您通天彻地的修为，定然不会将这些跳梁小丑放在眼里。因此，未等他们正式下战书，属下便已代表魔教全数应下了。教主大人，教主大人，教主大人，教主大人！哎呀！这群老魔头，真是唯恐天下不乱，一个个打了鸡血似的。真要让那群红了眼的正道联军冲上来，就凭我这半吊子修为和那坑爹的体验卡，他们是连山头都要被人家给平推了。殷长老，具体是哪些正道势力前来？回禀教主，主要有上阁寺、狂刀门、天剑宗，另外还有青木观、流云派等大小势力，共计10余家。其中哪些势力需要特别注意？实力如何？教主放心，除了上阁寺稍微麻烦点儿，其他诸如狂刀门、天剑宗之流，不过是土鸡瓦狗，无需教主您亲自出手。吾等长老率众弟子，定教他们有来无回。啊，那就好，只要别逼我亲自上场跟那些老怪物拼命，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只是，坏了，就知道没这么简单。这凤雏又给我整什么幺蛾子了？但是什么？这上阁寺乃是佛门重要分支，素以文斗著称，极少亲自下场厮杀。吾等虽不惧刀剑相见，可这文斗一道，实在非我等所长啊。恐怕还需请教主大人亲自出马，方能震慑宵小。文斗，修仙界还兴这个？怎么个文斗法？难不成要跟我吟诗作对，还是像周星星电影里那样玩对穿肠？殷长老，教主大人，各位长老，上阁寺、狂刀门、天剑宗，他们慌什么？把气喘匀了再说。他们到哪儿了？哎呀，到底到哪儿了？快说呀！正门口了。他们竟然已经到门口了！他娘的，这魔教这么有钱，这大殿修的比老子宗门豪华10倍不止。善哉，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过眼云烟。吾等今日前来，是为抵挡魔分，普度迷途众生，而非为了这些钱财。师父，弟子近来听闻，修真界出现了一位自称邪罗汉之人。此人虽口称度化，可行事狠辣乖张，与魔教无异。若他也是魔教中人，我们此次前来，岂不是？
无妨，无论是魔教众人，还是这位邪罗汉，不过是执迷不悟，需要我佛慈悲度化的可怜人罢了。岂有此理！我等皆是名门正道修真界翘楚，魔头见了我等，非但不起身相迎，竟还如此狂妄！这就上去宰了他，为云霄宗报仇！知足且慢。狂刀门主稍安勿躁，吾等今日前来是为度化，而非增添杀孽。你这一刀下去，岂不是违背了我等初衷，徒造恶业，于心何忍？哼，你们这些自诩正道的人真是有趣。云霄宗尸骨未寒，你们就迫不及待地赶来送死，怎么是想加入我教吗？魔头，你！阿弥陀佛，林教主，贫僧上阁寺会明。贫僧听闻，林教主虽身处魔道，却好为人师，颇具慧根，仅凭只言片语，便点化麾下多位长老，令他们修为精进，脱胎换骨。故而贫僧今日率众前来，并非再起刀兵增添杀孽，而是想与林教主坐而论道，共同探讨世间真谛。不知教主可愿赐教？嘿，老秃驴，我们教主大人乃是通天之子，魔道魁首，与我们教主坐而论道，你也配？总不能空口白牙，就想白白请教主指点吧？阿弥陀佛。若贫僧与林教主的论道中败下阵来，心服口服，那么不仅贫僧本人，我上阁寺上下，包括所有住持、长老乃至8000僧众，愿一并脱离正道，皈依魔教，听凭林教主差遣。好，老秃驴，这可是你说的，在场诸位都可作证，到时候可别反悔。出家人不打诳语，然若林教主在论道中未能让贫僧心服，就请魔教上下放下屠刀，洗净杀孽，接受我正道教化，从此皈依正道，修身养性，如何？怕什么？我们教主通天彻地，智慧如海，岂会输给你这老秃驴？这个赌约我们接。接你个鬼啊！接你可别奶了，他妈连《金刚经》第一句是什么都不知道，跟一个专业老和尚辩佛，这不是要我当场射死吗？阿弥陀佛，林教主，贫僧僭越，这第一问便是何为空？空？什么空？悟空的空吗？鸡头爸爸，救命啊！能不能把我现在所有的怨念值全给我加到慧根上啊？完了，我这算是彻底没招了。教主大人怎么不说话？难道教主大人被这老和尚的问题难住了？不会吧？教主你们在胡说什么？那可是教主大人，通天修为，智慧如海，岂会被这等问题难住？教主此刻定然是在深思熟虑，构思如何用最精妙、最震撼的一句佛偈，直接压死这老秃驴，让他心服口服，当场皈依。对呀，俺就说嘛，教主肯定在憋大招。没错，就是教主给个脸色，教主定将那老秃驴无言以对。是啊，就是。
警告：检测到魔教众长老对宿主产生极度盲目崇拜与敬仰，情感浓度超标，惩罚机制触发，扣除剩余全部怨念值。完了，这次是真完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没了。天要亡我，非战之罪，实乃舔狗之祸啊！且慢，慧明方丈这一问，让贫僧来代答，如何？啊，幽谷，我的全自动怨念生产机，他不是应该在少林寺当拖驴吗？怎么跑回来了？幽谷，你这叛教逆贼，竟然还敢回来，真是自寻死路！教主大人，昔日属下愚钝不堪，心生妄念，冒犯教主天威，承蒙教主大人不计前嫌，以剃度之法点化，将属下送入凡尘。这些年来，属下行走世间，目睹红尘百态，见证生老病死，爱恨别离，于万丈红尘之中，终于勘破迷障，明白了教主大人当日之深意与良苦用心。如今属下侥幸突破瓶颈，修为精进，感念教主点化再造之恩，特此回归魔教，愿为教主手中之恩扫清一切障碍，报教主恩情于万亿。我去，我明明是想找个可持续刷怨念的工具人而已啊，这都能让他悟了，还突破了，这他妈是什么逆天悟性？好啊，幽谷，你能及时领悟到教主大人的智慧与伟大，迷途知返，方显我魔教栋梁本色，不愧是我魔教魔子啊！俺就说嘛，教主做事必有神意。幽谷不愧为魔子，果然天赋异禀。教主大人，属下不才，愿待教主出战，与此人论道，扬我魔教威名，还请教主恩准。大哥，你到底悟出了个啥？我是真不知道。哎呀，但反正我的怨念值都已经被这群舔狗和你搞了清零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准。谢教主。方丈方才所问，何为空？我的回答是：何为空？自我为空。发生什么了？我们在哪里？说什么？我是魔教的障眼法。何为空？既然是空，为何又如？静！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将游于空、动于机掌握到如此地步？这已非佛法，这是佛是空，魔是空，你是空，我是空，吾等皆凡人，沉沦苦海，挣扎久久，在大道面前，皆为尘埃，皆是微尘罢了。不可能！你的佛法早已，你的境界怎么可能在我之上？方丈！哎呀，方丈啊！方丈，打不打紧呢？教主大人，您到底教了他什么呀？下次能不能也教教属下？属下也想稍稍领悟一点点。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教了他什么，我就是给他剃了个头，然后把他扔出去了而已啊。慧明方丈的佛法修为竟被此人变得吐血。魔教之中，怎会有佛法如此高深之人？方丈，你输了。你
明明是魔教中人，怎可能悟出空有敬畏此等真言？你究竟是谁？贫僧不过是遵循教主之引，在凡尘苦海中前行之人。行走世间时，偶遇迷途之人，便稍加点拨。久而久之，世人称我为邪罗汉。是你？你就是那个传播歪理邪说的邪罗汉。今日老衲便要为佛门除害。魔头受死！看来方丈是听不懂佛法了，无妨，贫僧也略懂一些拳脚。我的双轮12环流金杖，佛祖赐下的法器呀！既然方丈还执着于此等身外之物，那贫僧便助你了断尘缘。不，你不要过来！阿弥陀佛，如今方丈可谓是尘缘已尽，金海尽干了。回避方丈！魔头，方丈好心与你探讨佛法，你竟下如此毒手，将其重伤，尔等行事当真无法无天，魔性深重。他的确在与贫僧论道，奈何佛心不定，执念过深，无法接受佛法上的落败，故而率先动了无名之火，妄动干戈。贫僧所为不过是自卫罢了。方丈执着于此等华贵外物，正是尘缘未尽，金海未干之象。此刻贫僧助他了断此缘，待他行转灵台清明，或许还要感谢贫僧。强词夺理，毁人法器，伤人性命，还敢妄称助人！喂，哎呦，两个老家伙，耳朵聋了还是脑子坏了？啊，哎呦，幽谷说的不够明白吗？是那老和尚自己先动的手，而且别忘了，我们他娘的是魔教，想拿你们那套假仁假义的正道规矩来束缚我们，老子不听也不认。好一个魔教！今日我等算是见识了。废话少说，那秃驴倒了，接下来你们派谁出战？这都倒咱们谁上？别说了，别说了。哎呦，就这？哎呦，我还以为你们这些自诩名门正道的弟子，起码还是能有点骨气的呢。哎，还没打就怂成这样了，真是让本长老啊大开眼界。没想到这魔教底蕴如此深厚，贸然引兵，恐非良策。我等今日试探的目的已然达到，不如暂且撤退，从长计议。正合我意，此地不宜久留。哎呦，看吧，这群所谓的正道领袖啊，就是这样，打不过就想着怎么夹着尾巴溜走，真他娘的是一群怂包软蛋，枉费还顶着一门之主的名头。那是自然，我教主大人是何等通天彻地的英雄人物，这些货色跟我们教主比起来，连提鞋都不配，简直就是路边的垃圾。检测到来自狂刀门弟子的愤怒与恐惧，怨念值加30；检测到来自天剑宗弟子的羞辱与不甘，怨念值加25；检测到来自青木观弟子的畏缩与怨念，怨念值加20。不错不错，真不错，还得是这些野生的正道弟子好啊，质量高，产量还稳定。看来以后不能轻易把他们收编成舔狗，就得像这样养在外面，时不时来挑衅一下，才能源源不断的为我提供怨念值，
可持续发展。妙啊！检测到来自雾隐门门主的强烈怨念，加240。雾隐门，刚才殷长老报名的宗门里好像没有这家，而且看下面这些人，服饰标识也对不上，他们的人根本没来现场，那这怨念值，哼！既然来了，何必如同鼠辈一般躲躲藏藏？给我滚出来！教主大人，难道有人潜入了我魔教大殿？我也不知道啊，就是系统突然提示这老小子的怨念值，我才猜他可能躲在附近，赌一把呗。反正气势不能输。不愧是能重创云霄子、搅动风云的魔教教主，老夫自认这雾隐秘行诀已真化境，没想到还是被你察觉了。雾门主，联盟不是派我们前来试探吗？门主您为何？废物！联盟交给你们如此简单的试探任务，不仅寸功未立，还损兵折将，更想着不战而逃。正道联盟不需要你们这等废物。吴老怪，想不到你对自己人下手也如此狠毒绝情。哼！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只要能彻底剿灭你们这些魔教余孽，扫清障碍，死再多人也是值得的。林教主，原本老夫只想暗中观察，看看你这魔头究竟恢复了多少实力，没想到你竟能勘破我的行藏。既然如此，今日你便必须死在这里！狂妄！吴奉天，这里是我魔教总坛，有我等在此，岂容你动教主一根汗毛？哼，就凭你们还拦不住我！猖狂！众长老听令，结阵拿下此寮！小心，那秽物是剧毒，真之其死，快散开！不必挣扎了，今日这些魔教余孽全都要死在这里！众神弄鬼，老子来会会你，血土八方！老秃，你怎么样了？我明白了，这根本不是毒，这根本就不是武器，那是剑，是小到极致，肉眼几乎无法分辨，无数细微飞剑组成的剑物，只要被其沾染，瞬间就会被亿万微剑透体而过，万剑穿心而死。这家伙是个将飞剑炼化至微观层次的极致剑修。没想到魔教之中竟然还有人能窥破老夫的雾隐剑，但就算是看破了又如何？今日你们依旧难逃一死。先从你开始吧，我叫教主。教主小心！我去，完犊子了，这他妈怎么躲？放肆！这是什么？我就一时不在，竟然让这等货色混进来，差点伤了教主性命。你们这些人平日里接受教主点化，都是干什么吃的？圣女息怒，我等并非没有手段对付这吴老怪，只是一时不察，着了他的道。哼，够了！若是将教主的安全全然寄托在你们身上，怕是早就完了。教主大人，妾身来晚一步，让您受惊了。您没事吧？我靠，吓死爹了！你们一个个牛逼哄哄的，有本事倒是早点出手啊！非得等刀架脖子上了才秀操作吗？老子就是个小元婴，经不起你们这么玩心跳啊！无妨，都起来吧。教主大人，这个不知死活、胆敢行刺您的老东西，该如何处置？呸！什么名门正道，全都是狗屁！
行刺偷袭，这等下三滥的勾当，他们干的比我们还顺手。先有云霄子暗藏时仙伞，后有这吴老怪妄图刺杀教主，真当我魔教是你捏的不成？这口气绝不能忍！说得好，这群正道老狗，我们不出手，他们还真以为我魔教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了。教主大人，我魔教经过数年蛰伏与发展，实力之强远胜往昔。属下恳请教主速速集结教众，讨伐这群道貌岸然的正道老狗。屠长老所言极是，教主，我教如今兵强马壮，万魂幡威能无穷，魔魁大军无穷无尽，正是亮出獠牙，让天下震惊之时。请教主下令，讨伐正道，扬我魔威。无论是云霄宗还是乌凤天，都只不过是正道联盟派来刺探情况的。若是让他们拖到与原主大战的那正道老祖恢复，到时候我就完了。索性趁此机会，在那正道老祖尚未恢复之前将其斩杀。正道欺人太甚，屡次三番挑衅，视我魔教如无物。那我等便如他们所愿，用他们的尸山血海，用他们的宗门覆灭，告诉这天下，我魔教回来了。魔教归来，血洗正道，教主神威，一统天下。那魔头果然未死。宗主，魔教来势汹汹，攻势凶猛，而且祖师他老人家设在闭关恢复的关键时刻，若是被这群魔头惊扰，或是让他们真的打上来，后果不堪设想啊！无妨，传我命令，立刻开启护宗大阵，将库存所有灵石、符箓、法器全部启用，将这群魔教妖人全部绞杀在山门之外，绝不能让他们踏足内宗半步。是，宗主。嘿，这群正道老狗还是这般恶行，打不过就缩进他们的王八壳子里，仗着阵法之力隐忍。若是以往，我等或许还真要费一番手脚，但今时不同往日，今日便要撕碎这龟壳，让这群老狗付出代价。张伟，出剑，给老子轰碎这碍眼的王八阵！领命。青艾力皮蓬，炭丹养福来，斩！不可能！魔头，他们竟真的破了吾等的亘古护宗大阵！这究竟是什么邪法？那是什么鬼东西？是魔魁，好多魔魁，快跑！快跑！这魔教究竟是从何处修得如此威力绝伦的诡异剑法？还有这仿佛无穷无尽的魔魁大军，他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炼制材料？宗主，您看，那些魔魁是云霄宗的弟子，还有狂道门、天剑宗的人，他们竟将我正道被俘弟子的肉身全部炼成了魔魁。魔教妖人丧尽天良，
此等行径，人神共愤，简直比妖魔还不如。正道老狗们，想不到吧？这些魔魁个个堪比体修大成，就凭你们门下这些歪瓜裂枣，拿什么跟我们斗？教主大人，您看这群正道老狗如此不堪一击，照死下去，踏平神道宗，剿灭正道联盟指日可待。我魔教一统天下的伟业就在眼前了。不对，这月念值长得不正常，正道溃败的太快，神道子那老家伙怎么可能没有后手？这月念，难道是所有弟子立刻停止进攻？这群正道老狗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教主大人，这股能量波动感觉像是丹阵。丹阵，有果，此乃生死存亡的大战关头，他们不开启杀阵，开启丹阵做什么？难不成这群老狗突然心血来潮，要在这战场上现场开炉炼丹？我也不知道他们意欲何为，但这确实是丹阵无疑。既然是丹阵，那必然需要炼丹的材料。可这大阵笼罩范围内，除了山石，就是我们的人和他们溃败的弟子，他们拿什么来炼？师尊，为什么？师尊，不要！师尊！这是以人为丹，强行献祭，催生某种存在的血祭丹阵。他们拿着数万正道弟子的性命和修为作为要引，要强行炼制出一枚人丹。什么？这正道老狗，他们还是人吗？竟然拿自己麾下数万弟子活炼丹，这他妈此等行径，如此狠辣决绝，就连我魔教都干不出来。尔等魔教妖人，竟敢率众攻打我神道宗，屠戮我正道同盟，害得我门下弟子死伤无数，宗门基业毁于一旦。尔等罪孽滔天，罄竹难书，可知罪？神道子老儿，你还要不要脸呐？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你的这些弟子，我们魔教可一个都没来得及杀，他们全都是被你自己布下的这歹毒丹阵活活炼死的。住口！魔头休得狡辩！你等魔教无恶不作，肆虐天下，我正道何须做出如此牺牲？你以为待祖师出关，便能将你这魔头彻底剿灭？却不想，却让你这魔头侥幸恢复，更酿成今日之祸。今日便待历代正道先祖代替牺牲神道宗弟子，将你们这魔教彻底覆灭！魔头，受死！这老疯子，他想借助全宗弟子性命炼成的丹药之力，度过仙凡之劫，一步登仙，绝不能让他成功！老东西，看刀！讴蚁之辈，也配与皓月争辉？看到了吗？今日我便要彻底踏平魔教，将你们这些孽障从这世间彻底抹去。
皆已扫清，接下来就是你了，魔头。终究还是被逼到这一步了吗？教主大人，快走，别管我们！教主，走啊！教主，快走啊！教主，自诩正道，行的却是献祭门徒草菅人命之举，以万千性命为心柴，点燃一己私欲。如此正道，当真代表着世间公理，配称之为天道吗？魔头，吾等名门正道，所言所行便是正道，便是天理。而你等魔教，污秽不堪，为天地所不容，理应当诛。身如柳絮随风飘，心似浮萍逐水流。若你便是这天，那我今日便撕了你这虚伪之天！系统，将我积攒的所有怨念值全部兑换先帝修为体验卡，使用时长。教主大人！这气息不可能！你竟是先帝！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倾尽神道宗数万弟子性命，以无上丹阵炼化，也在堪堪突破之渡劫期。你怎么可能成就先帝之位？井底之蛙，也敢妄测天机？本座早已登临地境，若非如此，当年如何能与你家老祖两败俱伤，令他沉睡至今？我不信，假的，都是假的！给我死！灵气薄早，就这也配自称突破渡劫？你这魔头，竟敢伤我！我就知道，我魔教教主乃是亘古罕见的绝世奇才，早已登临先帝之位呀！区神道子，借助邪法强行提升，也敢在我教主面前一一狂吠，简直不堪一击！教主神威，天下无敌！但是，诸位可还记得，几年前那场惊世之战，教主与正道老祖双重伤，教主更是险些陨落，修为尽散。如今强行调动如此规模的先帝修为，逆转乾坤，当真没有代价吗？先帝体验卡能暂时赋予我境界和力量，但这具肉身终究只是元婴期的弟子，根本承受不住这种层级的力量输出和对手攻击的反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我神道宗隐忍不举如此之久，只需再给我一些时日，老祖就能苏醒。届时不能拖，他身后还有一个更麻烦的老家伙。若是拖到那正道老祖苏醒，我就算有体验卡，也必死无疑。必须趁现在，不惜一切代价，先宰了这个最大的变数。敢在我神道宗圣地大开杀戒，当我神道宗无人了吗？